2024年5月28号早上7点，欢迎您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5G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昨晚举办致敬场，上海爱乐乐团文艺党课昨晚精彩呈现。上海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缩短非户籍居民购房缴纳社保或个税年限，支持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可增购一套住房。东航正式接收新增订100架 C919 的首架机，至此，东航 C919 机队规模增至6架。香港垃圾征费新措施8月暂缓实施，政府强调减费为长期工程，未来将增加回收配套设施。世卫大会连续8年拒绝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容任何挑战。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以国防军与埃及武装部队发生枪击事件，多方谴责以军轰炸拉法难民营，致数十人死亡。好，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是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日，昨晚5G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举行致敬场观摩活动，全市的电波爱好者齐聚在此，共同感受5G 电影的魅力。距离电影开场还有1个小时，现场已经挤满了按捺不住的观众，其中不少都是年轻人。电影放映前，主场团队也惊喜现身，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今天5G 电影《永不消逝电波》，我们在大荧幕里，在生活里，真的生活了一把。影片仍以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讲述了从李白受党组织派遣，与革命爱人裘慧英在上海潜伏12年，秘密战斗在上海延安空中通讯线，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信念到上海解放前夕的故事。相比5G 版本，5G 电影版《永不消逝的电波》与舞台剧呈现方式有所不同，这也对演员提出了更多的考验。5G 和影视，虽然都是艺术，但是它中间是非常大的一道墙。5G 是走外的，走外就是你要把它化为动作和形态，让观众看到，不断的去放大。但是影视它是走内的，你要不断的去缩小，甚至是喜怒哀乐。我们是舞蹈的，它全程没有语言，所有语言的能量全部汇集到身体里边，用肢体来展现出来。5G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作为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片，于6月15号进行世界首映，并将自6月18号起全国公映。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报道。入夜时分，上海的黄浦江畔灯光璀璨。昨晚7点49分和8点24分，东方明珠以亮灯方式高空播报摩斯密码“我爱你，永远”。这2句话是来自5G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结尾。电波穿越时空，送上一封特别的红色情书。不仅仅是东方明珠，白玉兰广场、震旦大厦也亮起了“光荣之城，崇敬英雄，庆祝解放上海75周年”字样和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图样等，耀眼的光芒照亮了上海滩的夜空。为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根据著名作家海飞获得人民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海派谍战题材话剧《向延安》昨晚在东方艺术中心首演。我们也在奔涌，我们也奔赴延安。大幕拉开，年轻人的蓬勃朝气扑面而来，他们满怀革命理想，打算奔赴延安。话剧《向延安》以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的上海为时代背景，作者围绕向家兄弟姐妹编织出了一张细密的网，用小人物人间的烟火气讲述了那个时代一批不为人知、隐姓埋名的英雄。由刘志扬饰演的主人公向金喜，原本是个小厨师，就在奔赴延安的前夜，他接受了潜伏任务，从此留在险象环生的上海，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革命之歌。
虽然他没有真正抵达延安，却以一种隐秘而伟大的方式抵达了延安。话剧《向延安》是海飞首部搬上戏剧舞台的作品，此次他亲自操刀担任编剧，在剧院空间重新构筑书中的谍战世界，让观众沉浸于那段暗潮涌动却星火燎原的岁月。而这一部与众不同的就是说，他写的全是年轻人，这20岁左右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如何被信仰所引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每一个时代的变革的过程中，青年人永远是站在前头的。那么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话剧《向延安》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连演6场，目前6场门票均已售罄。6月28号，该剧将登陆国家大剧院，开启全国巡演。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形影报道。昨天晚间，上海正式公布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的多项最新措施，涉及调整优化住房限购、优化住房信贷政策、公积金贷款、以旧换新等多项内容。调整优化限购政策方面，进一步降低了非本市户籍居民的社保门槛，将所需缴纳社保或个税年限从连续缴纳满5年及以上调整为满3年及以上。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的非户籍人才购房，相应从连续缴纳满3年及以上调整为满2年及以上。新政还扩大了重点区域非户籍人才以及非户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将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的非户籍人才购房区域扩大至所在区全域，非户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扩大至外环内二手住房。取消离异购房合并计算住房套数规定，对夫妻离异后购房的，不再按离异前家庭计算拥有住房套数。为满足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对2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在执行现有住房限购政策基础上，可再购买1套住房。同时，优化多子女家庭在个人住房贷款中首套住房认定标准，减少购房利息负担。房贷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也进一步下调，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LPR 减45个基点，调整后5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下限目前为 3.5%， 最低首付比例则由之前的 30% 调整为不低于 20%。2套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LPR 减5个基点，调整后5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下限目前为 3.9%，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35%。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以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宝山、金山6个行政区全域继续实行差异化政策，购买2套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LPR 减25个基点，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30%。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套组合拳。降低首付门槛的话，那么对于改善型置业买家是比较大的利好啊。如果你是单纯的降首付，那相应来说，对于买房子的人来说，他的这个购房的杠杆是增加了，但是你的月供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利率降下来的话，那么你的这个月供压力啊，也是会适度的、有意识的降一些。这个和贷款的这个层数的这样一个变化相配合的话，相应的这个实施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公积金政策方面，针对家庭购房，上海首套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由120万提高到160万，并且多孩家庭可以在此基础上再上浮 20%。2套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也由100万提高到130万。为支持居住困难家庭改善居住条件，对符合条件的以旧换新居民家庭给予住房置换期间过渡租房、装修搬家等适度补贴。自通知施行之日起，在1年内出售外环内2000年前竣工、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及以下的唯一住房，并购买外环外一手住房的居民家庭，可以向购入一手住房所在区房产交易中心申请补贴。
补贴按出售住房建筑面积分档定额给予，30平方米以下的每套补贴标准2万元，30至50平方米的每套补贴2.5万元，50至70平方米的每套补贴标准3万元。这一次呢，就是说这个政策啊，很明显关于这个存量跟增量呢进行统筹，这个呢，我认为也是上海呢这个在这块呢应该说做的这个有非常完备的一些政策啊，以旧换新的一些工作提出了一些补贴的一个做法，这个我认为是这个1线城市首创的啊，相信这是上海的这个政策以后呢，对于这个解决上海本地的这个工作的生活的相应的这个住房问题呢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提振效应同时呢，对于全国来讲，整个这个政策的一个预期包括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行情提升都能够发挥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作用。新政发布以后，市场有何反应？记者昨天晚上探访了新房楼盘和中介门店。对您要置换大一点的是蛮有利的。现在因为是政策放宽嘛，就是本身的话，上海家庭可以买3套嘛。现在的话呢，基础的额度从50万，每一个人都是增加了15万。政策发布2个多小时后，昨晚8点多，收到中介通知的客户问题依然一个接一个。工作人员面前的电脑上，每隔几分钟就有新增的二手房挂牌。今天就是给好多客户都发了那个新政策嘛。我今天给客户大概发了，给大概120多个客户都发了。中介方面告诉记者，咨询量最大的还是买家，因为精准施策下，新政对于他们是有立竿见影的帮助。之前买房对他来说，他想买地段好的，又想买稍微品质好一点的小区，其实是比较困难。那这一次的话，他首付降低之后，他就可以更好的去扩大范围了，就是能够更好的去改善了。有不少这样的客户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日，上海5月份包括商住、住宅在内的二手房网签总量接近14600套。上海最近的市场整体应该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外围区域的库存压力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政策比较有针对性的，能够刺激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的进一步的释放，尤其是房贷利率的下行，这个是能够真正帮助购房人节省一些还款压力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政策整体出台来看，是有利于市场进一步维持比较健康的发展状态。昨晚8点，这家位于嘉定南翔镇的售楼中心内，不少购房者前来咨询。比如说买一套600万的房子的话，现在的话首付的话基本上少了这个60万的一个首付，可以说也是提高了很多人的一个就是说买房的一个期望了，对吧？基本上很多就是说首付不够的，基本上也都是可以。利率这一块的话，原来的话是3.85的一个利率现在呢已经调到了这种3.5，对吧？其实贷个100万的话，也是少了小几百块钱的一个利息的一个费用了。上海的一个市场对于这个购房者的话，释放非常多的一个利好了。也有购房者提前做了功课。来自山东的小王打算购买一套婚房，对他来说，新政当中商贷利率下调最有吸引力。因为不可能全款，还是说希望利息能低一些比较好，对后期的压力会低一点。销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30万平方，是南翔镇中新城区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新房。上周末，售楼中心刚刚对外开放，还没认筹，就吸引了1200组顾客前来看房。其中以刚需型、改善型客户为主，有明显购房意愿的不在少数，但不少客户都抱有观望的心态。比如说购房资格、购房的首付比例，包括贷款的利率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主要是对于当下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向问题，大家还是关心整个政策是否见底，未来的整体的走向是否明朗。那么这个对于购房者的整个的购买行为还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东方卫视记者马杰、翟玉森上海报道。今天，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运营满1周年。昨晚，东航正式接收新增订100架 C919 的首架机，至此，东航 C919 机队规模增至6架。东航昨晚接收的第6架 C919 编号为 B919G， 与已投运的5架 C919 飞机相比，新飞机在驾驶舱系统显示、客舱娱乐系统方面都有优化升级。自2023年5月28号商业首航，东航 C919 商业运营机队实现了多条航线的初步规模化运行。
C919安全飞行超过了6000小时，通航4座城市，载客近30万人次，日利用率也显著提升，运营安全平稳顺畅。随着此次100架订单开启交付，东航 C919 机队将不断壮大。预计到2024年底，东航 C919 机队将达到10架，直飞的航线也会继续上新。不久的将来 ，C919 将成为东航的主力机型，民航的主力机型，将飞遍中华大地，飞出国门，努力飞出安全，飞出志气，飞出品牌，飞出效率。据东航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东航 C919 将主要投放至东航主基地市场及重要商务、旅游干线市场。6月1号，东航还将使用 C919 大飞机直飞香港到上海商业包机航班，承运从香港前往上海参加沪港同心交流活动的香港大学生。这也将是 C919 首次境外商业飞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座级158到168座，航程4075到5555公里。1年前的今天，中国东方航空使用中国商飞交付的全球首架 C919 大飞机，圆满完成首次商业载客飞行。顺利落地，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完成了它的商业首航，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门来迎接我们这架国产大飞机 C919。2023年5月28号12点31分，机号为 B919A 的全球首架 C919 执行 MU9191航班，从上海虹桥顺利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完成商业飞行首秀，并于次日就开启了常态化商业运营，往返上海虹桥至成都天府航线。此后2个月不到的时间，于2023年7月16号，第2架国产大飞机 C919 入列东航，并在当年8月4号与老大哥开启双机商业运营，同日直飞沪蓉快线，给乘客在航班时段上更多的选择。去年12月16号 ，C919 大型客机在中国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了飞行展示，首次翱翔在香港上空，吸引了维港两岸市民们观赏拍照，欢呼见证着这历史性的一刻。非常的开心，因为 C919 确实是国之重器，也是代表了国家整体的这个实力一个增长。今年1月9号，随着第3、第4架大飞机的顺利交付 ，C919 开启了上海虹桥往返北京大兴的定期商业航线。今年3月6号，第5架大飞机入列，东航接受完毕首批5架 C919 订单，并在3月8号开始 C919 的定期商业航线版图，又增加了上海虹桥往返陕西西安航线。除了在国内的诸多第一次，今年2月20号 ，C919 还第一次飞出国门，亮相新加坡航展，广受好评，并在东南亚5国演示飞行，展示中国商用飞机发展的阶段性成果，为国产大飞机飞向世界奠定基础。而在过去1年里，不只是东航一家民航公司在购入国产大飞机，海航航空集团和作为高原型启动用户的西藏航空分别购入60架和40架 C919 大飞机订单。中国国际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也向商飞公司分别签订了100架 C919 大飞机的订单，飞机计划于2024年至2031年分批交付。根据中国商飞透露， C919 已累计获得30余家客户1000余架订单。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自4月26号顺利进驻空间站组合体以来，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工作生活32天，将于近日择期实施第一次出舱活动。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入驻空间站以来，先后完成了与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轮换、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舱外航天服巡检测试、出舱活动准备等工作，进行了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医疗救护演练等在轨训练项目。
承担的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扎实稳步推进，按计划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第2次出舱安装。目前，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港澳自由行城市昨天起再增加8个，有旅客表示，旅行预算有数万元，业界预期这批长途过夜旅客消费额会比较高。昨天起，8个内地城市加入港澳自由行城市行列，有山西太原的旅客第1天就搭乘直航航班来港。5天，这个没有计划，不是就说是花个几万块钱吗？没有计划想买的，就看有什么需要买的。山西是冶金煤炭产业大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省会太原生产总值超过5570亿元人民币，在内地城市中排名第26。除了太原，还有内蒙古呼和浩特、黑龙江哈尔滨、西藏拉萨、新疆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和宁夏银川。旅客每次最多可在港澳待7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昨天到机场视察迎接。杨润雄表示，会邀请8个城市的旅游业界以及内地媒体来港，向他们介绍香港的特色。本次新增的8个城市中，暂时只有4个有直航航班来往香港，每星期有3至4班。业界希望加开更多直航航班。旅游和酒店业界相信这些长途旅客留港時間會比較長，消費力較高，建議增加內地旅客免稅額。只要用數字人民幣喺10萬蚊以內嘅話呢，就唔當佢係同海南看齊。陳宗義認為，增加自由行城市的效應到7月暑假會發揮到最大。東方衛視綜合報道。香港特區政府決定暫緩垃圾徵費措施，不會在8月1號實施，但沒有透露後續確切實施的日期。特區政府表示，減費是長期工程。我而家宣布，政府會暫緩喺8月1日實施垃圾收費。2度押後的垃圾徵費新措施，經過2個月先行先試，政府最終宣布暫緩。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立法會相關委員會解釋，是基於6大因素。包括不同調研顯示，市民有質疑回收設施覆蓋仍然有限，法例定明的收費方式讓市民覺得政府是為了增加收入等。要改變700多萬市民嘅習慣，唔可以急於一時。處理多項嘅問題同埋項目呢，亦都係需時，需要按部就班，會係一個長期嘅工程。特區政府同時公布一系列減費回收措施。1年後，也就是明年5、6月份，再向立法會匯報進度。又稱會研究優化徵費計劃。東方衛視綜合報道。香港特區政府表示，未來1年會增加回收配套設施，研究回收積分可兌換購物券，又會向部分住戶免費派發指定垃圾袋。政府暫緩實施垃圾徵費新措施，同時宣布未來1年加大回收配套，尤其針對廚餘垃圾。包括1年內在全港公共屋邨、大型私人屋苑的廚餘垃圾回收設施增加1倍，增設100個廚餘垃圾回收流動點，會在100個垃圾收集站設廚餘垃圾收集點。有市民支持暫緩實施新措施，但是否會配合政府未來推行減費措施，仍有顧慮。廚餘嗰個搞掂先啦，真係好難搞。有幾多？即係你公屋嗰啲先有嗰啲統收啫嘛，外國唔同喎，即係根本係你自己個煮，即係去煮嘢食嗰個你已經係可以碎骨嘅。市區上面多啲 resources 啊，咁樣去方便到市民去回收會好啲咯。6月1號起至12月底，相關部門將向公屋住戶每月派發20個指定垃圾袋。私人物院物管業界如果承諾做好回收分類並簽署相關條例，也可獲得免費指定垃圾袋。東方衛視綜合報道。記者今天凌晨從安徽省銅陵市郊區人民政府了解到，昨天發生在該區大通鎮的居民樓坍塌致4人遇難，另有1人正在全力救治當中。昨天13點14分左右，大通鎮龍苑小區48棟一側發生坍塌，5人失聯。經全力搜救，到今天凌晨的1點28分，5名失聯人員全部找到，其中4人確認遇難，1人正在全力救治中。目前現場除險善後處置。
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以军轰炸拉法难民营，致数十人死亡，双方强烈谴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加沙战斗。气旋风暴雷马尔袭击印度和孟加拉国，已造成两国11人死亡，超过90万人紧急撤离。昨天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8年拒绝涉台提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在日内瓦向媒体吹风指出，世卫大会连续8年拒绝涉台提案，事实反复证明台独没有出路。在世卫大会政治操弄涉台提案不得人心，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终将落空。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容任何挑战。我们在此正告民进党当局，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国统一的大势不可逆转。台独与台湾同胞利益背道而驰，以外谋独绝无出路。中方也敦促个别国家停止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搞以台制华，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卫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再次表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也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企图在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不通过两岸协商的情况下，借助外部势力支持参与世卫大会，此路不通，必然碰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证实，27号的早间，在加沙地带靠近埃及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枪击事件，以军正在审查该事件，并与埃及方面讨论。当地时间27号，埃及军方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埃及武装部队正在调查拉法附近边境地区发生的枪击事件。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1名埃及安全人员死亡。以色列媒体援引以军消息称，27号，以色列国防军和埃及军队在加沙地带拉法口岸附近地区发生交火。拉法口岸位于加沙地带南部，同埃及接壤地区，是国际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主要通道。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以军26号晚上空袭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一处难民营，并引发了火灾，造成至少40人死亡。空袭还造成了数十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昨天，多方对以军的行动表示了谴责，以军方面则表示正在调查相关的情况。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这座难民营位于拉法市中心西北方向大约2公里处，属于以方指定的所谓人道主义区域。空袭导致帐篷起火燃烧，一些人被烧死。空袭后，大量人员被困活在现场，救援人员难以抵达，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巴勒斯坦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以军袭击拉法难民营是一次令人发指的屠杀，指认以军故意瞄准安置流离失所平民的帐篷区。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这种残忍行为以及对国际法律和体系的公然蔑视是不可接受的。他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实施制裁。西班牙、爱尔兰、挪威3国外交部长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以军袭击拉法帐篷营地，称以军持续袭击拉法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同时敦促以方遵循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有关裁决，立即停止其军事行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成员国将讨论如何执行国际法院的这一裁决，并探讨重启欧盟拉法过境点边境援助团。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尽管国际社会纷纷谴责以色列26号在拉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仍然表示，以色列不打算在实现所有目标之前结束加沙地带的战斗。内塔尼亚胡说，以方已经在拉法疏散了大约100万非战斗人员。尽管以军已经尽力不伤害他们，但悲剧还是发生了。目前，以色列正就26号对拉法平民造成的重大伤亡事件进行调查。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3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决定于2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7号，3国外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记者会，再次阐述了3国的立场。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2国方案是实现地区和平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承认巴勒斯坦国不仅对巴勒斯坦人民是公平的，对以色列安全也将提供最佳保障。Los tres países compartimos la visión de que ha llegado el momento de hacer efectiva la solución de dos estados en la que creemos, al igual que el resto de la comunidad internacional, como la mejor vía para lograr aquello que todos anhelamos, la paz definitiva en Oriente Medio。爱尔兰外长马丁表示，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的主张有助于巴以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持久和公平的协议。挪威外交大臣艾德认为，现在承认巴勒斯坦国是正确的决定，而且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的。巴以当前正在经历的暴力循环，促使挪威方面重新审视当前处理巴以冲突的方式。3国外长同时鼓励其他欧洲国家效仿他们的做法，希望欧盟成员国能够围绕这一议题尽快达成共识。全球多国和国际组织对此表示赞赏，美国和以色列则表示反对。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昨天向西班牙外交使团发出照会，要求自6月1号起，西班牙驻耶路撒冷总领馆仅能够向耶路撒冷领区居民提供有限的服务。照会称，未经以色列外交部允许，西班牙驻耶路撒冷总领馆或任何代表总领馆的个人和机构禁止在耶路撒冷领区以外开展领事活动，或向巴勒斯坦居民提供领事服务。卡斯表示，西班牙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是对哈马斯的奖励，对此以色列不会沉默。本月22号，西班牙、挪威和爱尔兰分别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卡茨24号发表声明说，以方决定切断以色列及其控制地区的西班牙外交机构与巴勒斯坦人的联系，阻止西班牙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向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服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当地时间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凌晨，孟加拉湾北部洋面生成的强气旋风暴雷马尔在孟加拉国中部到印度东北部一带登陆。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目前，恶劣的天气已经在印度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孟加拉国至少10人死亡。据报道，强气旋风暴雷马尔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风暴过后，不少树木被拦腰折断或连根拔起。加尔各答国际机场暂时停航，近400个航班受影响。截至26号傍晚，该邦沿海地区已疏散约11万人。雷马尔还影响到孟加拉国沿海地区，导致数百个村庄被淹，大片地区断电。当地政府发布最高级别恶劣天气预警。孟加拉国第2大城市吉大港的机场及3个海港暂时关闭。截至26号，已有至少80万当地居民由沿海疏散到内陆地区。27号早上，雷马尔的势力有所减弱，但阵风和降雨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表示，本月24号发生的山体滑坡导致2000多人被埋，具体死伤人数仍不清楚。据联合国机构估算，本次灾害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70人。当地时间24号凌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恩加省发生严重山体滑坡，超过6个村庄受灾，上百栋房屋被埋。连日来，面对最深达8米的废墟，当地民众却只能用最简易的工具寻找生命迹象。目前72小时黄金救援期已过。
由于灾区位置偏远，通讯不畅，进入灾区的陆路交通仍未完全打通，加上当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地形不断移动，不仅严重阻碍了救援进展，也令次生灾害的风险不断上升。Because of the land still sliding, the soil with the pressure on which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are built is also pushing the ground, and that is also leading to cracks and extreme risk and danger for the other houses around. 目前，当地政府已在事发地区附近安全地带设立了收容中心，包括食物和水在内的必要救援物资正在准备运输和分发。巴新国家灾害中心已向灾区所在地恩加省拨款50万基纳，约合94.4万元人民币，用于援助当地山体滑坡受灾民众。At the moment, this world is now asking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relocate them to a different area.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宣布将派遣救援飞机，并向巴新运送重型装备，驰援灾区救援和现场清理工作。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上海站至上海虹桥站的超级环线高铁，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浙江3省1市，全程8小时9分钟。上海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和停放场所设计标准10月1号起实施，小区内私拉电线等现象有所减少，减少消防隐患初见成效。早上7点38分，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晚，上海爱乐乐团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主题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上演，以文艺党课的形式致敬上海这座光荣之城。晚上7点多，演出以国家1级作曲金福仔创作的《喜马拉雅随想曲》拉开了序幕。整场文艺党课由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张亮指挥，通过攀登、时代、向往、红旗4大主题，带领大家在红色旋律中感悟上海城市精神，集中展现了老一辈音乐人把心交给祖国的赤子情怀和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场音乐会上首演的新版管弦乐序曲《雷雨》，是著名作曲家吕其明第一次用现代派作曲技法将戏剧冲突转化为音乐，在《雷雨》剧本发表90周年之际，带领观众重新走进经典。而弦乐小品《喜悦》则以轻快的节奏带大家感受时代的前进脉搏。在今天这个上海解放75周年的日子，然后看到这个感觉很激动，然后觉得真的是有先辈们的付出，然后才有我们今天的这些美好生活，然后才有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以这样好的形式，然后去受到更深刻的教育和感动。下半场的演出，奚其明老师创作的抒情音诗《向往》，以及由著名二胡演奏家段霭霭倾情呈现的《春江水暖》，也都让观众听得如痴如醉。而作为整场演出的压轴之作、点睛之笔，由吕老先生创作的《红旗颂》把音乐会推向了最高潮。这部作品深情描绘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5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旋律激昂，节奏雄壮，成为了新中国乐坛的标志性作品。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上海爱乐乐团再次奏响老团长的经典作品，由著名钢琴家孔祥东担纲独奏，带着全场观众一同重温这激动人心的旋律，用音乐倾诉对红旗的挚爱，讴歌伟大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现场的掌声久久不能平息。我把自己一生的人生体验和对祖国、对党的热爱都融入了一面红旗。我将一如既往继续为党、为人民写作，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上海爱乐乐团已精心策划，计划在国庆节前将红旗颂的8个版本整合成一套双黑胶唱片，并出版发行。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报道。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不当，容易成为火灾隐患。处理好方便和安全之间的矛盾，才能更好地消除隐患。最近，上海市交出了一份解题方案，值得各地讨论和借鉴。日前，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和停放场所设计标准，将于2024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提出了增设充电区域视频监控、充电状态实时监测、异常实时报警等智能化系统，并在停放场所增加相关的消防设备。此外，针对群众提出的在地下非机动车库停取电动自行车时，因车身重、坡道狭窄而导致的转弯和爬坡困难等需求和问题，标准也增加了坡道的宽度、坡道防滑、排水等规定。虽然标准自10月1号起才开始实施，但是上海不少小区已经建成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和停放场所，小区内私拉电线等现象有所减少消防隐患初见成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徐汇区梅龙3村小区。这里呢，始建于1990年，有2000多户住户。光是电动自行车呢，这个小区就有680多辆。那现在这个小区的很多户外的和室内的电动车棚都已经按照我们的新的标准进行了改造。要求设置了一个是火灾监控系统，这个是主要是这里是有摄像头，还有就是这新标准要求设置了是自动灭火系统，然后自动灭火系统呢，在火灾初期呢，能控制火势的蔓延，然后是这个是采用自然通风的那个方式呢，是能够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呢，有效的解决白烟问题，然后是保障人身安全。据小区居民介绍，以前大家为了方便充电，经常会出现私拉电线、把电瓶拎回家里，或者直接把电动自行车开回家里的现象。一个电动车吧，拉电也挺多了，也从楼上往底下拉，车子放在楼道里面去充电。安装了以后嘛，居民的满意度是不断的提升。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进一步密切关注群众在使用过程中的需求和建议，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做到与新建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入使用，确保满足居民停放充电需求。标准正式实施以后，我们将和有关部门一道，密切关注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跟我们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有关的一些设计方面的一些新技术，包括一些好的设计、好的做法。上海闵行区新鸿街道一小区，大量的二房东打着民宿的旗号，将房屋分割改造成了单间，进行日租及短租。访客频繁更换进出，让小区居民都备受其扰。对此，属地新鸿街道牵头多部门立即行动，对小区内所谓的民宿进行摸排与整治。爱博2村37号楼的这套房屋就是被二房东分割改造后进行日租及短租的所谓民宿。经过属地城管认定，该套房屋存在增设厨卫、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及将原始设计的居住空间分割搭建后出租的违法行为。增加马桶属于擅自改变物业使用性质，然后增加了卫生间的使用功能，然后你在阳台上面增加了一个灶台，然后这个是属于增加了厨房的使用功能。
在认定与责令自行整改后，二房东仍未完成整改。上周五，属地城管联合执法力量对查明的3套房屋开展了整治工作，拆除隔断及增设的厨卫设施，并对违规改造的下水管道进行了封堵。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近30套的这样一个日租房和民宿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将对这些房屋进行逐一的核实，然后分类的处置。爱博2村小区为动迁房小区，根据历史数据与近期摸排，小区有超2/3的房屋出租，而短租房的现象，实际上在2021年上海市房屋短租相关管理规定出台前就已出现，给现在的治理带来了一定难度。在此前记者暗访中，曾有二房东透露，违规分割装修虽有整治，但民宿业务从未停止。携程上面还能查到因为我们其他位置有房间，就是挂了这个订单，然后往其他位置转。记者通过去哪儿、美团等多个平台查询发现，爱博2村及周边小区打着民宿旗号的日租、短租房业务未受影响，平台并未对不符合规定的房源进行下架处理。这些短租房在缺少了网络平台这样的一个引流的话，事实上它的获客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源头上对它进行切割，对它进行认定才是更为有效的做法。但事实上，目前来说，这些网络平台都没有严格的履行起他们的一个职责，没有明确哪些就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责任部门去管理，所以这个里面还是存在一个管理的困难。我们希望也是借助媒体呢，呼吁进一步的细化和压实这个管理的责任。记者彭晶晶报道。2024年第3季度调图即将开始，据透露，长三角铁路将首次新增一条上海站至上海虹桥站的超级环线高铁高8388次列车。该车次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浙江3省1市，全程8小时9分。此次开行的这条超级环线是上海出发的首条跨越长三角3省1市的高铁列车，沿途停靠上海站、上海西站、苏州站、无锡新区站、惠山站、常州站、镇江站、南京南站、合肥南站、庐江西站、安庆站、池州站、九华山站、黄山西站、黄山北站、千岛湖站、杭州东站、海宁西站、嘉兴南站、金山北站、上海虹桥站。该线路也是继合肥南站环线后又一条长三角地区环线高铁。若从游客角度来看，列车从繁华的上海始发，途经江南园林的苏州、无锡、常州，再到六朝古都南京，从青山绿水的九华山、黄山，再到西湖畔的断桥，历经8小时9分回到上海虹桥站。有人也许会奇怪，车次为何不从上海虹桥站再到上海站，形成完整闭环？经常往返杭州和上海的乘客会发现，列车经由沪杭高铁前往上海，车次绝大部分停靠或者终点站在上海虹桥站，每天仅有个位数车次会停靠上海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上海站承接沪宁方向车次，导致停车资源本就紧张。同时，从上海虹桥站需经联络线低速通行才能到上海站，大约需30分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上海气候状况总体偏差，降水总量偏多，梅雨量偏多。在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影响的大背景下，极端降雨可能性大，风、暴、潮、洪3碰头、4碰头可能性大。今年汛期可能有极端降雨。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年南京入梅时间在6月17号到6月19号之间，较常年正常略偏早；出梅在7月19号到20号前后，较常年偏晚。梅雨期偏长，梅雨量为320毫米到500毫米，较常年260毫米到300毫米显著偏多。出梅后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高温少雨天气。今年1月至4月，苏州外贸进出口增长10.1%，其中跨境电商增长格外亮眼。目前，苏州跨境电商品牌数量超过5400个。在近期发布的中国跨境电商品牌影响力100强榜中，苏州7家企业上榜，总数位列全国第3。
无锡新增28条响应式停靠公交线路。所谓响应式停靠，即公交车不在站停，而是按需停靠，从而大幅提升运行效率。这些线路细分为全线响应式停靠和部分站点响应式停靠。乘客可以根据站台和车厢内的标志指引，提前做好准备。浙江首个拥有路权的 L4级警用无人巡逻车“滨小新”在杭州滨江正式加入陆巡。这辆无人巡逻车集合了自动巡逻拍照、一键报警求助、智能识别违章等功能。无人车里面还防止了各种防爆救生器械，遇到紧急情况，化身为运输队，直接送到现场民警手上。合肥市致力打造具有国内重要影响力的特色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强化研产用融合，在高端功能膜材料、新能源电池材料、镁铝新材料等领域已形成较为齐全的全产业链布局。合肥市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19个，推动实现更多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好，下面有请江波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时段的《报天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这篇文章，常抓不懈，纠治违规吃喝。文章说近期黑龙江、湖南等地的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多起违规吃喝的典型案例。文章对此评论说了：饭是违纪之表象，局是问题之关键。违规吃喝绝非小事小节，折射的是纪律作风，事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信心。违规吃喝问题被人民群众称为舌尖上的腐败，但是在高压之下，仍然有少数党员干部毫无敬畏，不知收敛，热衷吃喝。从监督执纪实践来看，这些违规吃喝问题既有老问题复燃，也有新问题萌发，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狠杀严治，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好，接下来再来看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让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成为日常自觉。文章说据媒体报道，一些落马干部的忏悔一次次证明了破法无不始于破纪，破纪无不从思想滑坡开始。做到自律最紧要的就是守住内心，纪律规矩就摆在那儿，有的干部仍然我行我素，顶风违纪，说到底是没有敬畏之心。敬畏人民就该明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不敢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敬畏权力，就要知道权力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好，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运用得不好，则会祸国殃民，害人害己。敬畏法纪，就是要清楚对党规党纪多一份敬畏，就多一份清廉，多一份安全。党规党纪是令行禁止的高压线，换个角度看，也是自我保护的安全线。只有手握戒尺，才能对底线和边界心中有数，做到行有所指。再来看人民日报的文章，近期贵州村超迎来了1周岁的生日和主题欢庆活动，不少人感慨村超之所以这么火，离不开这个村字。而村超要想从网红走向长红，则更要坚守这个村字。文章对此评论说了：比赛尊重村民意愿，激发村民内生动力，是村超广受欢迎的法宝。对村民而言，比输赢更重要的是参与其中的快乐；对游客而言，体验乡村的足球氛围，感受村民的淳朴热情，也是美妙的旅途风景。所以擦亮村字招牌，村超会越来越有看头，村民也会越来越有奔头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潮新闻的这篇文章。近日话题去阿勒泰旅游的人膀胱快炸了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的热议。那游客们呢，在旅行途中和原始厕所不期而遇后晒出的条条测评，好笑之余也引发了深思。那些突然被流量砸中的小城，在出圈后该如何接住这个泼天的富贵呢？文章对此评论说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或许可以复制，而宝藏小城市要接住泼天的流量，让一时热度长久持续，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伙伴出鞘以后呢，宝藏小城要尽快的加强旅游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旅游体验从来不只是眼前的风景，也并不是所有游客都热衷于特种兵式的旅游。即便现如今流行所谓的反向旅游，游客在奔赴偏僻乡野的时候，也不希望放弃现代都市文明的高品质生活。公共服务的缺失和不足，都将让旅游体验大打折扣。总之，宝藏小城出圈不易，不仅要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更要练好内功，厚积薄发，这样才能变一时的流量为长久流量，稳稳地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对此，我们再来看一下《新京报》也刊登了评论文章。文章说事实上，旅游厕所问题一直都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回想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即便是在北京，入境游客也常常会对厕所问题诟病不已。在地广人稀的中西部，条件限制是客观存在的，要解决旅游厕所那就更是困难了。当然了，这次阿勒泰厕所问题中部分原因可能是某些区域本来就不是旅游景区，并没有为接待游客做准备，或者旅游景区本身没有想到有如此规模的游客到访，接待能力远远跟游客到访的规模不匹配。但是文旅服务厕所是重要的一环，社交平台测评大火也说明了这点。那些生态环境不允许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兴目的地，完全可以考虑临时增加应急设施，尽量满足有专人搞卫生、干净无异味这样的基本要求。当然了，对于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游客也要对这些区域旅游的公共服务设施状况有合理的预期，并做好事先的必要准备，让自己的旅途能够更加顺利。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号的这篇文章。近期，浙江、重庆、江西等多地向社会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一些岗位的年薪可达60到80万元，引发了热议。那聘任制公务员是否会成为主流？这样的高薪合理吗？公众的这样一些疑问应该要得到回应。文章评论说了，公众的疑问有其道理，相关地方和部门不能回避这些敏感的问题，还要把问题真实情况讲清楚，把背后的缘由说明白。公权力的运行必须经得起阳光，说到底还是要保证聘任制公务员从发布岗位到招考招聘各个环节都严格遵循程序规定，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舆论场最好的定心丸啊。好的，这一时段报联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好的，谢谢江波。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会看到。上海发布房产新政，涉房贷限购等多项内容，非户籍居民购房资格门槛降低。C919 商业运营1周年，东航接收第6架 C919 客机，预计到2024年底，东航 C919 机队将达到10架，直飞的航线也会继续上新。港澳自由行城市昨天起再增8个，旅游业界预期长途旅客消费力较高，建议提高内地旅客免税限额。南方地区明天将开启新一轮强降雨，今年第1号台风或将加强为超强台风。早上8点整，欢迎来到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北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夜里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晚间，上海正式公布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的多项最新措施。
涉及调整优化住房限购、优化住房信贷政策、公积金贷款、以旧换新等多项内容。调整优化限购政策方面，进一步降低了非本市户籍居民的社保门槛，将所需缴纳社保或个税年限从连续缴纳满5年及以上调整为满3年及以上。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的非户籍人才购房，相应从连续缴纳满3年及以上调整为满2年及以上。新政还扩大了重点区域非户籍人才以及非户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将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的非户籍人才购房区域扩大至所在区全域，非户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扩大至外环内二手住房。取消离异购房合并计算住房套数规定，对夫妻离异后购房的，不再按离异前家庭计算拥有住房套数。为满足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对2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在执行现有住房限购政策基础上，可再购买1套住房。同时，优化多子女家庭在个人住房贷款中首套住房认定标准，减少购房利息负担。房贷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也进一步下调，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LPR 减45个基点，调整后5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下限目前为 3.5%， 最低首付比例则由之前的 30% 调整为不低于 20%。2套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LPR 减5个基点，调整后5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下限目前为 3.9%，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35%。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以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宝山、金山6个行政区全域继续实行差异化政策，购买2套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LPR 减25个基点，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30%。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这是一套组合拳。公积金政策方面，针对家庭购房，上海首套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由120万提高到160万，并且多孩家庭可以在此基础上再上浮 20%。2套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也由100万提高到130万。为支持居住困难家庭改善居住条件，对符合条件的以旧换新居民家庭给予住房置换期间过渡租房、装修搬家等适度补贴。自通知施行之日起，在1年内出售外环内2000年前竣工、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及以下的唯一住房，并购买外环外一手住房的居民家庭，可以向购入一手住房所在区房产交易中心申请补贴。补贴按出售住房建筑面积分档定额给予，30平方米以下的每套补贴标准2万元，30至50平方米的每套补贴2.5万元，50至70平方米的每套补贴标准3万元。新政发布以后，市场有何反应？记者昨天晚上探访了新房楼盘和中介门店。对您要置换大一点的是蛮有利的。现在因为是政策放宽嘛，就是本身的话，上海家庭可以买3套嘛。现在的话呢，基础的额度从50万，每一个人都是增加了15万。政策发布2个多小时后，昨晚8点多，收到中介通知的客户问题依然一个接一个。工作人员面前的电脑上，每隔几分钟就有新增的二手房挂牌。今天就是给好多客户都发了那个新政策嘛，我今天给客户大概发了，给大概120多个客户都发了。中介方面告诉记者，咨询量最大的还是买家，因为精准施策下，新政对于他们是有立竿见影的帮助。之前买房对他来说，他想买地段好的，又想买稍微品质好一点的小区，其实是比较困难。那这一次的话，他首付降低之后，他就可以更好的去扩大范围了，就是能够更好的去改善了，有不少这样的客户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日，上海5月份包括商住、住宅在内的二手房网签总量接近14600套。上海最近的市场整体应该是比较平稳的，但是
外围区域的库存压力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政策比较有针对性的，能够刺激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的进一步的释放，尤其是房贷利率的下行，这个是能够真正帮助购房人节省一些还款压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次政策整体出台来看，是有利于市场进一步维持比较健康的发展状态。昨晚8点，这家位于嘉定南翔镇的售楼中心内，不少购房者前来咨询。比如说买一套600万的房子的话，现在的话首付的话，基本上少了这个60万的一个首付，可以说也是提高了很多人的一个就是说买房的一个期望了，对吧？基本上很多就是说首付不够的，基本上也都是可以。利率这一块的话，原来的话是3.85的一个利率啊，现在呢已经调到了这种3.5。对吧？其实贷个100万的话，也是少了小几百块钱的一个利息的一个费用了。上海的一个市场啊，对于这个购房者的话，释放非常多的一个利好了。也有购房者提前做了功课。来自山东的小王打算购买一套婚房，对他来说，新政当中商贷利率下调最有吸引力。因为不可能全款，还是说希望利息能低一些比较好，对后期的压力会低一点。销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占地30万平方，是南翔镇中新城区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新房。上周末，售楼中心刚刚对外开放，还没认筹，就吸引了1200组顾客前来看房。其中以刚需型、改善型客户为主，有明显购房意愿的不在少数，但不少客户都抱有观望的心态。比如说购房资格、购房的首付比例，包括贷款的利率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主要是对于当下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向问题，大家还是关心整个政策是否见底，未来的整体的走向是否明朗。那么这个对于购房者的整个的购买行为还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东方卫视记者马杰、翟玉森上海报道。今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运营满1周年，昨晚东航正式接收新增订100架 C919 的首架机，至此东航 C919 机队规模增至6架。东航昨晚接收的第6架 C919 编号为 B919G， 与已投运的5架 C919 飞机相比，新飞机在驾驶舱系统显示、客舱娱乐系统方面都有优化升级。自2023年5月28号商业首航，东航 C919 商业运营机队实现了多条航线的初步规模化运行。C919 安全飞行超过了6000小时，通航4座城市，载客近30万人次，日利用率也显著提升，运营安全平稳顺畅。随着此次100架订单开启交付，东航 C919 机队将不断壮大，预计到2024年底，东航 C919 机队将达到10架，直飞的航线也会继续上新。不久的将来 ，C919 将成为东航的主力机型，民航的主力机型，将飞遍中华大地，飞出国门，努力飞出安全，飞出志气，飞出品牌，飞出效率。据东航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东航 C919 将主要投放至东航主基地市场及重要商务、旅游干线市场。6月1号，东航还将使用 C919 大飞机直飞香港到上海商业包机航班，承运从香港前往上海参加沪港同心交流活动的香港大学生。这也将是 C919 首次境外商业飞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好，我们再来关注低空经济。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上周发布，其中明确，北京将会围绕应急救援、物流配送、城际通勤等方面来打造应用场景，开通3条以上面向周边地区的低空航线，3年将会拉动北京的经济增长超过1000亿元。
北京将加快探索低空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显著提升低空经济引领示范辐射带动能级。征求意见稿设定了具体发展目标，力争通过3年时间，低空经济相关企业数量突破5000家，低空技术服务覆盖全国，低空产业国际国内影响力和品牌标识度大幅提高，在技术创新、应用需求等领域形成全国引领示范，带动全市经济增长超1000亿元。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到2027年，北京市将围绕应急救援、物流配送、空中摆渡、城际通勤、特色文旅等新增10个以上应用场景，开通3条以上面向周边地区的低空航线，基本建成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及低空应用生态。城际通勤方面，将建立大兴机场与雄安新区、首都机场与天津、廊坊等地区的通勤航路航线。探索分体式飞行汽车城际通勤加城内摆渡应用新业态。特色文旅方面，在延庆、平谷、密云等区发展低空旅游、飞行体验等产业。在安徽合肥到黄山的低空旅游通勤航线每日一班，航程仅需1个半小时。同时，合肥正在逐步打造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的商业运营示范标杆，城市低空交通有望逐步进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在肥东白龙机场，合肥到黄山低空旅游专线的机组人员正在做着起飞前的最后准备。这是一架单发涡桨飞机，除了机组成员外，还可以容纳6名旅客。航线最大的特点就是低空飞行。全程的飞行高度大约在3000米左右，每天1班，上午11点从肥东机场起飞，12点半到达黄山屯溪国际机场，下午1点半再从黄山机场返回合肥。除了城际间的低空出行，在合肥市的洛岗公园，城市内的低空短途通勤也在逐渐变为现实。去年年底，全球首款获得适航证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就在洛岗公园顺利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演示。洛岗公园占地面积为12.7平方公里，是合肥市低空出行的试验田。目前，这款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在公园内已经实现了定点起降、短途观光。下一步将会在不同起降点的短途接驳方面做出尝试。我身后正在建的呢，就是我们一个航空的起降点，它的占地呢大概在1600平方左右，大概今年9月份就会投入运营。建成之后呢，它会有2个起降坪，会能保障10到20架左右的电动垂直起降载人航空器的飞行。目前，合肥市正在逐步打造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的商业运营示范标杆。根据规划设计，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的低空观光游览、园区接驳、商业定制化服务等项目都将进一步展开。深圳宝安区的湾区之翼起降场是全国首个城市内交通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的起降场。未来在城市内交通的起降场建设，这样的单个起降场的形式将会成为主流。湾区之翼起降场位于宝安中心临海片区，项目用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整个项目包括了起降坪、机库、指挥调度中心、候机区、游客服务中心等功能分区。未来我们这里起降场启用以后，会有2个功能，一个是低空的观光旅游。一个是城市的空中交通。其余我们预计如果在马湖河的运营的情况下，能达到40到50架次，也就是说能够满足80到100人次。除了大型起降场的建设，目前在深圳不少可以满足低空飞行的起降点已经在运营中。我们公司呢在深圳呢大概运行有超过80个起降点，在整个大湾区呢超过100个起降点。主要我们的执行的任务是城内的观光包机飞行，珠海广州、深圳、中山等之间的城际飞行。从目前来讲呢，所有的地表的起降点基本上都满足无人机的运行，然后也做好了将来这个无人机运行迭代的升级准备。广东省政府印发了《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方案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低空基础设施，完善地面起降设施网的建设。其中就包括了按需建设小、中、大型起降场，
形成可以兼顾有人机与无人机的起降点网络。到2026年，广东省计划打造世界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低空经济规模超过3000亿元，基本形成广州、深圳、珠海3核联动、多点支撑、成片发展的低空经济产业格局。今年全国多地入夏偏早，在高温大考之下，这几天最高气温20度上下的黑龙江吸引各地的游客一路向北，遇见初夏之美。这里是哈尔滨东站，现在是早上的5点40分。那我们在这个时间来到这里啊，是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那现在正在进入站台的是由成都开往哈尔滨的熊猫专列，这也是5月份以来由外省抵达黑龙江的第33趟旅游专列。在未来几天，他们将开启找北之旅，畅享清凉一下。成都现在得有34、5度啊，这温差非常大，感觉清爽凉快，空气好。来哈尔滨玩一玩，耍一耍。电视上经常有点啊，朋友就说嘛，说这儿建筑很漂亮。5月以来，来自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河南、甘肃等方向抵达黑龙江的旅游专列，运送旅客创同期历史新高。哈尔滨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嘛，全国知名度都比较高，哈尔滨人豪爽，非常不错。第3次来了，因为哈尔滨挺喜欢它的，太阳岛啊很漂亮，松花江这边很漂亮，很火的不得了，所以我很想来。我说这次来了以后，我冬天再来一次，我专门来看冰去。在哈尔滨游玩过后，这些游客将乘坐专列前往北极漠河。眼下，漠河已经到了1年中最美的季节，北极村里处处生机盎然。最北打卡地最北界江游持续吸引大批南方游客一路向北。就想到咱们中国的最北方来转一下，啊，这是天然氧吧。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啊，心潮澎湃啊！哎，大自然的风景，这里美景真美真美。北极村今年还推出鄂伦春族驻场文艺演出，演出特别精彩，一直跟着就演员在欢呼，一直在我们后面在奔跳着玩着，都真的挺开心的。港澳自由行城市昨天起再增加8个，有旅客表示，旅行预算有数万元，业界预期这批长途过夜旅客消费额会比较高。昨天起，8个内地城市加入港澳自由行城市行列。有山西太原的旅客第1天就搭乘直航航班来港。5天，这个没有计划，不是就说是花个几万块钱吗？没有计划想买的，就看有什么需要买的。山西是冶金煤炭产业大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省会太原生产总值超过5570亿元人民币，在内地城市中排名第26。除了太原，还有内蒙古呼和浩特、黑龙江哈尔滨、西藏拉萨、新疆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和宁夏银川。旅客每次最多可在港澳待7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昨天到机场视察迎接。杨润雄表示，会邀请8个城市的旅游业界以及内地媒体来港，向他们介绍香港的特色。本次新增的8个城市中，暂时只有4个有直航航班来往香港，每星期有3至4班。业界希望加开更多直航航班。旅游和酒店业界相信这些长途旅客留港时间会比較長，消費力較高，建議增加內地旅客免稅額。只要用數字人民幣喺10萬蚊以內嘅話呢，就唔當佢係同海南看齊。陳宗義認為，增加自由行城市的效應到7月暑假會發揮到最大。東方衛視綜合報道。端午節對於浙江杭州西湖區蔣村街道的人來說，是一個不亞於春節的重要節日，素有端午大如年的說法。乾隆皇帝就曾為蔣村的龍舟活動御賜龍舟盛會之稱。2011年，蔣村龍舟盛會被列入了第3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不，離端午節還有半個月的時間，大伙就已經為龍舟賽訓練起來了。上午10點，在西湖區文體中心旁邊的河道傳來了陣陣鑼鼓聲。頂着接近30度的氣溫，蔣村街道的一支企業龍舟隊正在訓練。一條龍舟15個人，包括彩燒、臂燒、鼓樂手和10名划手。划手們用力划動船槳，船尾的彩燒人則通過下蹲控制行進方向，並為船隻加速。
一圈下来，队员们已经全身都湿透，也累，手比较酸。我们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传统吧，因为从我们小的时候记事起，都是一直这么在滑的。训练的时候还少不了就是要掉到水里去啊。那么今年状态已经好很多了，我们是要争第一的。目前蒋村在册的龙舟共有176条，往年参加龙舟比赛的多为蒋村本地的村民，而今年首次举行了以企业为单位的比赛。今年参加龙舟比赛的共有20多支队伍，其中企业队有8支。为了能够拿到好的成绩，从上周开始，不少龙舟队每天都要来练上2、3个小时。划桨划的整不整齐，这个一方面；第二个，登烧的人姿势登的好不好？还有一个嘛，这个水花高不高？我们现在年轻人只要空了，晚上到4、5点钟开始加班，都去搞这个龙舟去了。这3、5年以后，现在越来越多了才有人，主要是学的是龙舟精神嘛。杭州台报道。2024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暨单人龙艇赛近日举行。来自广东珠三角的150多名选手分为本地和外地2组，在9区13湾的叠教水网挑战全长10公里的赛道。一声发令枪响，单人龙艇同时开拔，起点处一个4、5米宽的桥洞被堵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从船堆中挣扎出来，又受水浪影响，面临翻船的危险。弯腰、举桨、划水，除了要保持坐姿和必要的平衡外，还需要一边单手控桨，一边通过脚踏控制船尾舵的朝向，才能在蜿蜒的河道上自由滑行。今年赛事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全程约10公里，起点为潭头观龙楼，经过 S 湾、C 湾、L 湾等3大赛区，一次体验叠教水乡的9区13湾。比赛的激烈角逐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河冲两侧欢呼喝彩声此起彼伏，即使一不小心翻船，也会有来自岸边的鼓励。我見到番薯仲好勤力，喺度上嚟爬，繼續爬。經過50分鐘的拼搏，參賽者們陸續衝線。連續3年參賽的外地組選手何文傑以53分的好成績拿到了冠軍。剛剛14歲的龐朝華第一次正式參加比賽，就獲得了本地組的優勝獎。第2圈的時候挺累的，但後面衝刺的時候拿到那個獎旗的時候，挺開心的耶。賽事主辦方表示，接下來還將開展更多疊教龍船賽事，為傳承龍船文化與精神、擴大龍船漂移影響力持續努力。廣東台報道。好，看東幫正在直播，稍後您將會看到。安徽铜陵郊區大通鎮昨天發生居民樓坍塌事故，截至今天凌晨，事故造成4人遇難，1人在院治療。南方强对流天气活跃，安徽合肥降下暴雨，城区多处积水，城市交通一度受阻。记者今天凌晨从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政府了解到，昨天发生在该区大通镇的居民楼坍塌，致4人遇难，另有1人正在全力救治中。昨天13点40分左右，大通镇龙苑小区48栋一侧发生坍塌，5人失联。经全力搜救，到今天凌晨1点28分，5名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其中4人确认遇难，1人正在全力救治中。目前现场除险、善后处置、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的11点07分，四川凉山州木里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截至目前，当地尚未收到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的报告。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水落镇。地震发生时，震中附近乡镇震感强烈。在水落镇小学，当地居民记录下了地震发生的过程，周围山体在地震中晃动，山上石头滚落，激起阵阵烟尘。这边没得人员伤亡，就校舍那些没得啥子问题嘛？没得，安全，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接报后，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厅紧急视频连线当地应急管理局，调度了解灾情，指导勘察、搜寻和抢险救援工作，
调派救援力量、工作组等赶赴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目前，未接报人员伤亡、房屋受损信息，电力通信正常，救灾核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据了解，地震发生前，四川紧急地震信息服务平台提前35秒向西昌市发出预警，提前118秒向成都市发出预警。专家根据区域构造特征、历史地震活动水平、地震序列特点等综合分析认为，原震区近几日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上周末，南方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南、安徽等地遭遇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强降雨将于今天减弱结束。然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从明天起，南方大部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26号到27号早晨，江苏苏州、浙江湖州、贵州黔西南及安徽南部、湖南中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出现大暴雨，湖南娄底和邵阳局地现特大暴雨，安徽合肥局地出现1小时118.7毫米的强降雨，这样的雨量分布在24小时内都是大暴雨量级。强降雨导致当地多路段积水严重。今天，南方降雨将减弱南压，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南部沿海地区。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广东沿海、福建、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或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台预计，南方这轮降雨将于明天减弱，紧接着还会有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5月29号至6月1号，西南地区东部、华南、江南、江汉等地将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专家表示，与前一轮过程相比，新一轮降雨持续时间更长。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本周几乎天天下雨，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区域与前期重合度较高，需警惕持续降雨致灾。至于为何近期南方强降雨不断，专家表示，由于低层有西南涡东移，加上高原槽影响，降水的动力条件很足。西南暖湿气流强盛，又有孟加拉湾强气旋风暴雷马尔像水泵一样驱动水汽，从而导致源源不断的水汽被输送到华南等地。东方卫视综合报道。从26号下午开始，安徽合肥全市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合肥市区20小时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78毫米。昨天早上，市区多条主干道以及交叉路口积水严重，多处路段的积水深度超过了40厘米，最深处超过1米，不少的车辆出现了抛锚的现象，部分干道出现了拥堵，给早高峰的交通带来了压力。安徽省气象台昨天的11点变更强对流黄色预警。安徽合肥26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和小区积水，其中位于蜀山区的一个小区，由于地势低洼，出现了严重的积水，部分居民1楼被淹。有关救援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那这里呢，就是整个抢险救援工作的现场了。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工程救援、交通、消防和公安等各部门都已经集结，正在紧张有序地展开这个抢险救援工作。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听到的这个巨大的轰鸣声啊，其实就是抽水泵正在作业，而现场的工人呢，也正在铺设其他的多条这个抽水管道，这样能够尽快地把这个水给抽出来，加快整个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度。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整个小区它的这个受淹情况啊。我们可以注意到，从小区的南门一直到它主干道的100米处呢，这段部分的积水是比较严重的。在主干道100米之外站着一些人，他们附近的积水是到了脚面的位置。中间这100米目之所及的4栋楼是受灾比较严重的4栋。那么主要是1楼的44户人家，他们的这个受淹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早
在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抢险救援部门就已经来到了这里，开始这个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呢，1楼的44户居民已经全部被转移安置到了附近的酒店当中。那么楼上的居民呢，也是根据他们的个人意愿和需求来选择是留在家中，还是跟随工作人员到附近的酒店转移安置。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合肥市区的这轮强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么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市区的雨是越下越小了。这对于现场的这个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工作来讲呢，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由于本轮强降雨造成的这些积水，它的这个影响还在，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各位市民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热带低压艾云尼26号11点正式加强为今年第1号台风。今天早上5点，艾云尼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1000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2级。预计艾云尼将加强成为强台风或超强台风。卫星云图可见，艾云尼已经打开了台风眼，其核心对流猛烈爆发，并且紧密围绕眼区开始快速旋转。目前，艾云尼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有可能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爆发增强，成为今年首个超强台风。受艾云尼影响，广东有一次自北向南的强降雨过程，大部地区有暴雨，部分市县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的风险较高。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天，广东全省共有15个暴雨预警信号，5个雷雨大风预警信号生效中。其中，珠江口西侧的阳江、江门、珠海雷雨强烈，风大雨急。江门台山市端分镇录得27号早晨70至80，仅这1小时雨量就达到143毫米。值得注意的是，艾云尼的位置仍有不确定性，会影响西南季风的位置、强度和时间。如果艾云尼接下来的位置比预计偏东，西南季风输送来的水汽不会被艾云尼分走太多，广东降雨就会相对明显。而如果艾云尼接下来的位置比预计偏西，其将抢走部分西南季风的水汽，广东的降雨就会相对偏弱。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受到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新疆天山山区出现了5月飞雪。5月26号至27号，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天山山区部分区域出现降雪天气。5月27号上午，新疆伊犁特克斯县阿克塔斯姑娘峰附近山区出现降雪，飞雪好似在绿色草原上浅浅撒上了一层糖霜。同样迎来降雪的还有地处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江布拉克。透过云雾从空中俯瞰，墨色的雪岭云山同白色的雪地交织，宛若一幅水墨画。5月27号上午，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迎来一场降雨，在第3条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蔚浅公路上，突然而起的大雨一会儿就把沙漠腹地变得湿漉漉的。公路两侧用于防沙固沙的草方格也被冲洗干净。心情好激动了！第一，我也是跑大车这么多年，第一次在沙漠公路上碰见有下雨的时候。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沙漠。这里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最低只有4-5毫米。沙丘绵延，一望无际，号称生命禁区。连日来，受上游干旱天气影响，黄河干流进陕大峡谷水量明显减少，河水流速变缓，泥沙沉淀，使得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再次出现清流飞瀑景观。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流飞瀑与彩虹桥同框的特有自然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东方卫视综合报道。在广东梅州市，曾先生驾驶摩托车载着女儿行驶的时候，突然与小车发生了碰撞，曾先生不幸被压在了车下，情况非常的紧急。就在这个时候，令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
从当时对面市民拍摄下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事发后经过此地的行人和司机纷纷上前，小车周围瞬间出现了10余名热心市民，其中有好几名还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大家同心协力，一起抬起沉重的小车，将压在车底的曾先生救出。就是我跟我老丈人在这里嘛，刚好就撞车了，然后很响嘛。然后我老丈人就出去抬不动了，然后我就进去叫人了。小区的很多人就出来帮忙啊，这些还有一个当兵的，主要是那个当兵的很大的力气。由于救援及时，伤者曾先生第一时间被送医救治，目前已无大碍。他告诉记者，事发后自己也瞬间懵了，只知道自己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大家呼喊着自己。当时的情况我也记不清楚，好像有好多人吧。感动那些推车的那些好心人啊。邻居啊，那些店里面的老板那些啊，就路过的好心人嘛。广东台报道。近日，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公安分局接到一位司机的求助，称自己驾车上山被困住了。接警之后，民警第一时间出警，但一时无法确定报警人所在的位置。对，往山上方向开，然后左边不在山顶上。这左边是吧？紧靠山边上，紧靠山边上。报警人没办法确切描述自己所在的位置，民警途中几次电话联系，好不容易才找到当事人王某。原来王某一早驾车上山，将车辆开进了一条石子路。本来王某想掉头，结果因为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呈90度横在道路上。当时后轮悬空，底盘近乎搁到地面，稍有不慎，车辆就有可能滚下山坡。你清楚吗？车前轮还在上面，但是后轮啊，因为这个坡啊，这个斜度比较大，坡度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后轮呐，到达这个坡的边缘，到达这个边缘，这个地上啊是树叶啊，土比较松软，眼看就要滑下去啊。道路狭窄，无法利用牵引绳直接将车拉上。千钧一发之际，救援人员先用楔形垫在前轮，防止溜车，再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势后，将司机换成现场驾车经验更为丰富的民警。随后，大家合力将车辆安全推上了坡。前面不要再来，前面不要再来啊！来，对，好，1、2、3，走！好。警方提醒新手尽量不要冒险独自开车进入陌生道路，尤其是山路。一旦遇到危险，记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无锡台报道。夏季来临，气温逐渐升高，对于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的市民来说，出门随身带好药物至关重要。近日，江苏无锡市的一名老年乘客就在地铁站遭遇到了危急时刻，所幸呢救护及时，最终化险为夷。这是来自无锡地铁的一段监控，只见几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一路狂奔，跑向了站厅安检口。腿梯上来一个老夫妻2个，就是那个阿姨就讲：“哎呦，快点，我老头子不行了，我老头子有那个心脏病，快点救命，有没有救心丸？”当时那个大叔已经站不住了。001呼叫。安检员赵菊芬即刻按下桌上的一键呼叫，在车控室收到指令的客运值班员迅速带着医药箱赶到事发现场。发现这个老先生就是无法用言语沟通，我就立即拨打120，然后按照那个医护人员的指导，就是扶着老先生平躺在这个毯子上。突然发现老先生有了呼吸和意识，然后我们就拿来屏风，然后安抚好老先生。很快，120救护人员赶到，老年乘客被送往医院救治。江苏台报道。好，下面有请江波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江波，好的，接下来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据媒体报道啊，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 ，AI 面试呢，现在在企业招聘当中承担了初筛阶段的很多重复性的工作，为用人单位确实带来了不小的效益。然而 ，AI 面试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啊，也是不容忽视的。经济日报呢对此评论说了，首先，企业要防范 AI 面试泄露隐私的风险。因为 AI 面试呢会通过录像分析对应聘者的表现进行评估，但是录像如果保存不当甚至外泄的话，就会侵害应聘者的隐私权。其次 ，AI 面试可能因算法偏见对应聘者产生歧视，这也会侵犯应聘者的合法权益。
因此，企业应充分考虑其局限性，并结合传统的招聘方式，综合评估应聘者的能力，择优录用人才。职能部门也应该要通过健全监管机制，确保 AI 面试算法的公正性和准确性，防止技术滥用。据媒体报道，毕业季来临，发论文需求强烈。然而，学术期刊的数量总体不足，让很多大学生、研究生面临着发论文的难题。于是现在一些骗子又看到了商机了他们谎称能搞定论文的发表，骗取委托人的钱财。对此，有人就呼吁说了：能不能增加一些学术期刊的数量，以满足论文发表的需求呢？南方都市报评论说，增加学术期刊的数量或许有用，但是很难达到对症治病的效果。因为当发表论文关系到学生能否毕业、教师能否评上职称的时候，学术期刊本应承载的学术证明、科学研究等作用已经被弱化和异化了，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现象也就随之滋生蔓延。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做的，一方面是根据国情适度的增加一些期刊，另外一方面更应该是要端正评价导向，不要让论文发表成为教师学生的不堪承受之重。近日，上海闵行区有不少的家长致电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学校推广的一种叫智慧笔的产品提出了质疑。家长们反映说，这个智慧笔呢要配合一套专用的教材和本子，而原有的教材和本子呢也还是要继续使用的，这就让孩子们每天都要带2套学习资料上学，大大增加了他们书包的重量。而另外一方面，智慧笔必须配合相应的 APP 使用，这又让孩子更容易沉迷玩手机。而更奇葩的是，智慧笔配套 APP 的数据还极不准确，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澎湃新闻评论说了，在教育实践当中绝不是越数字化就越先进，越数字化就越有效。类似智慧笔这样的产品，本意呢是用数字技术来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使得学习更加所谓的智慧一点。结果没想到，现在却成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过度数字化和教育貌合神离，不但不能助力教育，反而还会折腾家长、学生，甚至是老师。这样的数字化其实是大可不必的。近日，有网友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说，其父母被骗子忽悠购买了一种治疗仪。其实呢，这个治疗仪就是一个具有按摩功能的小家电，出厂价也仅为1880元，可骗子竟然是以15900元的高价售卖给他们的父母了。正观新闻评论说了，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的下降，对疾病抱有更大的恐惧，同时呢也更加热衷尝试各种保健治疗。出于这样的心理需求，再加上老年人相对缺乏防范和辨别能力，不法商贩便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设下了陷阱。可见，要遏制所谓的神药神器不能仅靠老人自己来提高辨别能力。我们的相关部门要加大对虚假宣传的打击力度，也要加强对健康产品的审批和监管。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多关心老年人，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惑，提供更多的健康教育，帮助他们来识别和防范健康骗局。近日，歌手陈奕迅因接连演出导致了声带出现问题，不得不取消了杭州演唱会。演唱会主办方呢随即为观众开始办理退票。有歌迷呢就发帖说了，退票退了2张，回来了3160块钱，让他如释重负，甚至还有一股获得了飞来横财的喜悦，好像现在出去吃饭点菜的都更有底气了。潮新闻客户端评价说了，都说演唱会是歌迷的狂欢，但当这场狂欢变得过于频繁，甚至有些沉重的时候，连歌手自己都会开始变得喘息了。过度的巡演安排不仅透支了艺人的健康，也消耗着市场的活力和耐心。长此以往，当观众产生了厌倦，最终毁掉的其实还是整个演出市场。好了，这时段报天下内容就这些，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谢谢江波。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正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8年拒绝涉台提案。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这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容任何挑战。我们在此正告民进党当局，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中国统一的大势不可逆转。台独与台湾同胞利益背道而驰，以外谋独绝无出路。中方也敦促个别国家停止歪曲挑战联大第2758号决议，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将卫生问题政治化，停止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搞以台制华，注定以失败告终。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世卫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再次表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也再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企图在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不通过两岸协商的情况下，借助外部势力支持参与世卫大会，此路不通，必然碰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菲律宾在巴士海峡新建的一座哨所近日启用，美媒称，从哨所所在的岛屿起飞，要不了1个小时就能够飞到中国台湾岛。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非海岸警卫队在北部伊特巴亚特岛新建的哨所于23号启用。非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非海警司令加万等高级官员出席了揭幕仪式。伊特巴亚特岛是菲律宾巴坦群岛的一部分，该群岛位于吕宋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伊特巴亚特岛距台湾岛最南端不到200公里。菲律宾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哨所的启用将提升非海警监控巴士海峡的能力。近期，吕宋岛北部及巴坦群岛已经成为菲律宾和美国进行军力部署和基础设施升级的重点区域。自2023年以来，美菲已多次借联合军演之机，在巴坦群岛中的多个岛屿上实施空降演练，并向岛上部署雷达、无人机，甚至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等装备。路透社注意到，菲律宾此次新建哨所所在的伊特巴亚特岛也是今年肩并肩演习的地点之一。从美军官方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美军滨海作战团与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乘坐直升机从吕宋岛起飞，抵达伊特巴亚特岛后，演练了联合侦察、战场救护等科目。《华尔街日报》形容，美军直升机如果继续向北飞行，要不了1个小时就能到达台湾。根据美军的战略构想，滨海作战团配备雷达、无人机和反舰导弹，战时可从常驻地迅速前出，沿岛链动态分布式部署，收集情报，牵制敌方火力，为主力部队增援争取时间，并消耗敌方弹药。马克思政府上台以后，对外政策大幅转向，菲律宾也被纳入到拜登政府大力推动的所谓小多边安全框架中。5月23号，菲律宾国防部长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透露，日菲两国极有可能在7月举行的外交防务2+2会议上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023年11月访问菲律宾期间，日菲启动了互惠准入协定谈判。该协定将简化两国部队进入对方国家的流程，明确规定了武器使用等法律问题。签署后将使双边联合演习和训练更加便利。If an RAA is signed and ratified, I must underscore it has to be ratified by our Senate and your legislature. Then we can include the Japanese Self-Defense Forces in the Balikatan. 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亚尔德斯此前表示，由于菲律宾宪法禁止外国在其领土上永久驻军，因此自卫队在菲部署将参照美军采用轮换的形式进行。另一方面，进入6月以后，美国主导的大型军演将轮番的进行。6月7号至18号，美军将举行代号为“勇敢之盾”的演习。勇敢之盾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组织的高端作战演习，每2年举行一次。
演习原本全部由美军部队实施，今年首次将日本纳入，邀请自卫队参加，并计划使用日本多处基地。演习范围覆盖日本、菲律宾海、关岛和夏威夷等。6月26号至8月2号，环太平洋2024联合军演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环太平洋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据美海军介绍，今年环太的主题是伙伴、融合、备战，共有29个国家计划参加，出动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超过150架飞机，参演兵力超过2.5万人。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还在酝酿专门针对亚太地区的军事援助机制。据防务新闻披露，五角大楼4月向国会申请成立一个名为“印太安全援助”的项目，优先向地区内盟友和伙伴提供军事援助。为此，五角大楼在2025财年的预算文件中申请了5亿美元，这笔资金或将主要用于向台湾和菲律宾提供军援。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美方曾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售武，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但近年来，美国售台武器的规模和性能不断提升。This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notified Congress of more than $6.2 billion in foreign military sales to Taiwan, including 20 sales between 2022 and 2023, the largest two-year number of notifications for Taiwan in at least 30 years. 此前，美国总统拜登还签署了由国会参众两院审议通过的总额950亿美元对外援助法案，其中包括了对台提供军事融资、军事教育和训练等条款。自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后，其印太战略对台湾的定位就迅速清晰化。Taiwan is located at a critical node within the First Island chain. It's critical to the region's security and critical to the defense of vital U.S.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专家指出，美国通过对台军售、军援和提供军事训练，强化台湾所谓自卫能力，维护美在地区内的军事霸权。但美方做法直接冲击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此外，美国政府还把台湾问题作为拉拢盟伴的抓手，试图将台湾纳入美国与其地区盟伴体系的军事合作。4月3号，美国国务院2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华盛顿智库举办的活动上公开表示，美英澳联合研制的核潜艇将在很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包括台海。Those have enormous implications in a variety of scenarios, including in cross-strait circumstances. 路透社指出，美英澳高层很少在公开场合将3国核潜艇计划与台海局势挂钩。坎贝尔的这番表态实属罕见。分析认为，美国在其领导的各种小多边军事安全机制合作议程中嵌入台湾问题，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进一步推高了地区安全风险。菲律宾在巴士海峡新建哨所，是美菲意图扰乱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小动作。此举对我们的安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军事专家邵永林的观点。巴士海峡呢是咱们中国海军从南海进入西太平洋的重要交通要道。那这里的宽度和水深都更适合大吨位舰艇的通行。在我军对台岛海空战备警巡常态化的背景下，巴士海峡的西北和北部方向都是我军战备警巡的区域。美菲呢在这里启用新的哨所，进驻作战力量，显然是为了监视跟踪我军的一举一动。那在战时呢，巴士海峡因为处于一个台海和南海交汇的位置，既便于美国及其盟友介入冲突，又能够推动实现两海联动，分散牵制对手的作战力量。那必要时呢，甚至不排除他们封锁航道的可能性。在刚刚结束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当中呢，也演练了这个科目。美菲积极进行政治军事冒险行动，给相对平稳的地区局势注入了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据朝中社报道，朝鲜27号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失败。朝鲜国家航空航天技术总局27号使用新型卫星运载火箭，在平安北道铁山郡西海卫星发射场发射万里镜11号侦察卫星。火箭第1级飞行异常，在空中爆炸。报道援引朝鲜国家航空航天技术总局负责人的话说，非常射卫星发射筹委会现场指挥部专家组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初步判定新研制的液氧加石油发动机动作不可靠，后续将审议可能导致发射失败的其他疑点。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负责人阿克托普拉克昨天表示，受当前天气、水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巴新山体滑坡的救援面临诸多危险和困难。阿克托普拉克表示，灾区有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的可能，如果近期再有任何降雨，或将导致前所未有的灾难。另据联合国驻巴新协调员办公室27号发布的公告，联合国正在与当地开展密切合作，协助成立疏散中心，为灾民提供援助。Number 7 and me one big time road landslide. Time landslide me come up long Thursday last week Thursday. Let's come up time me runway go na me slow me karma me. Pande tubla pingim no me. Tubla stop in long. Run na me bla arlo painim. Body blow tubla.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灾害中心27号说，24号发生在该国恩加省的大规模山体滑坡，导致当地超过2000人被埋，滑坡仍在发生，对幸存者和救援人员的生命构成威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当地时间26号的夜间到27号的凌晨，孟加拉湾北部洋面生成的强气旋风暴雷马尔在孟加拉国中部到印度的东北部一带登陆。最高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35公里。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风暴过后，不少的树木被拦腰折断，或者是连根拔起。加尔各答国际机场暂时停航，近400个航班受到了影响。截至26号的傍晚，该邦沿海地区已经疏散了约11万人。雷马尔还影响到了孟加拉国沿海地区，导致了数百个村庄被淹，大片的地区断电。截至目前，恶劣的天气已经在印度造成至少1人死亡，孟加拉国至少10人死亡。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6分。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上海进一步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政策，其中明确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不低于20%，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再购买一套住房，非户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扩大至外环内二手住房。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1次出舱活动。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入驻空间站以来，先后完成了与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轮换等多项工作。目前，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南方这轮降雨将于今天减弱，范围缩减至华南沿海一带，紧接着还会有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5月29号至6月1号，西南地区东部、华南、江南、江汉等地将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5月31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 PMI 数据。4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4%、51.2%和51.7%。比上月下降0.4、1.8和1.0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稳定。国内油价5月29号24时将迎来新一轮调整，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影响，油价跌幅不断增加，已经达到下调标准。今年国内汽油价格经历了10次调整，包括2次搁浅、5次上涨和3次下跌，总体上涨约每吨500元。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表示，美国股市将从5月28号开始改用 T+1 结算模式。此前，美国股市实行 T+0 交易制度、T+2 结算交割制度，即投资者买入股票当天可以卖出该股票，但是交易结算是星期一卖股票，星期三才能提现。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